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5日晚间20点07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由于美股不开盘啊，所以最近2个交易日啊，也就是周六周日的这2个交易日呢，比特币走了一些独立的震荡行情。当然这个独立震荡行情呢，让非常多的人开始了焦虑，但是呢最终呢，我认为比特币会有一个方向的产生。这个方向的产生呢，我认为会是遵照美股的意愿啊，因为当前时间点美股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美股出现了一个弧形顶啊，这个弧形顶呢是由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构成的。这个弧形顶出现之后呢，日线级别出现弧形顶，并且跌破3万点之后，我们看周线级别它发生了什么啊？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最近几周之内呢，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啊，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然后走8节阴线组、沙僧阴线。那么接下来在跌破3万点之后啊，跌破3万点，并且跌破了白色线的这个169日均线啊，169日的周线级别的均线啊，跌破之后呢，2个整数关口分别打开了什么呢？打开了一个下跌的趋势。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呢，在周线级别沙僧阴线走完之后呢，我们预计它有一个唐僧阴线最终走出，最后呢它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走出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并且发生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此轮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呢，会同2020年2月的这波行情相互平行啊，做一个平行式的下跌。那目前来看啊，道指在周线级别下跌空间已经打开的情况下，我认为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苦苦支撑之后呢，会有更多的下跌行情出现。也就是说，目前比特币处在一个熊市行情当中，等待美股再次往下走的时候，那一定是比特币重新出现新低的时间点。那么我们打开比特币啊，从小日线、4小时线、日线和周线啊这4个维度来对比特币的行情进行分析。首先呢，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上啊，小日线级别正在做出一个收敛动作，并且呢，它的底边线也就是波谷的这个位置位于19000美金附近，它已经出现了。那上边线呢，我没有画出来，但是呢，大家伙用肉眼即可以看到啊，肉眼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画出来啊，波峰连线啊，在这里面啊连接之后，同波谷连线，也就是19000美金的这条线呢，出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越容易发生变盘。我们看焦点的时间是在9月27日0点，那么现在时间是9月25日，也就是说啊，在周一过了之后，行情就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在小日线这个维度上看的。那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啊，小日线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这一轮行情它主要做的震荡呢，是围绕9月18日的这波4小时级别下跌做的。4小时级别下跌之后做4小时级别反弹，然后做小日级别下跌，小日线级别反弹，反复震荡，时间周期不断缩小之后，它形成了这一轮收敛三角形。焦点位置呢，还是在9月27日、9月28日这2天发生。那么我们再把时间周期调整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上我们就很好观察到了这轮行情从19000美金啊，19000美金这个波谷出现之后呢，它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然后日线级别下跌之后做日线的反弹。那么这个日线反弹呢，我们看到它的时间级别不够日线，仅仅做出了4小时级别反弹，然后做4小时级别下跌。那么整轮行情呢，它围绕的震荡区间呢，是在3万美金跌到17605之后的一个震荡回补动作。那么行情走到这儿呢，我们在行情的底部位置发现了4次波谷。
它出现了3次，如果最后它出现4次波谷的话，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非常容易跌破这个当前处在18500到19000美金的这个平台，从而不断的走出新低。那么在周线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周线上我们看到了目前行情走势逐渐酝酿出一个新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轮新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呢，目前走到8界阴线的这个位置。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道琼斯工业指数这里它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8界阴线、沙僧阴线，但是我们的比特币目前苦苦支撑于8界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如果一旦跌破18500美金事实上跌破，并且在周线上或者日线上收不回来的话，下跌空间将要打开，目标位是10500美金，这个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反复提及过了那么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是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走完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呢，目前处在一个小日线级别反弹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看到日线它上方存在一个当前价格上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是怎么过来的呢？我们看到了从去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这个位置上在0.069这个位置上呢出现了一个压力，所以呢目前来看以太坊对比特币它是存在压力的。那么我们就要把时间周期切换到周线级别。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呢，它容易走出8界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这波下跌会同之前的下跌走出一个相互平行的结构，这就意味着以太坊呢将要出现一轮领跌的行情这是一定要非常注意到我们切换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之前提到了几个概念首先是周线级别弧形顶位于1350美金上这里面是存在压力的，并且呢在小日线这里我昨天晚上在这个位置上昨天晚上12点左右，在这个169日均线这个位置上让大家做空。为什么做空呢？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它顶到了169日均线，小日线级别169日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那么上方1350你可以设置一个止损，1350到1360可以随机的设置一个止损。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它这个169日均线是逐渐向下的，所以你可以做一个空单。做完空单之后呢，我们观察这个日线级别日线级别上它上方存在各种压力，这种压力呢我们分别可以在10日均线和这个波峰连线上可以看到它上方存在事实上的几座大山。所以呢以太坊目前在对于比特币来说它是一个做空的好的标的，那对于 USDT 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做空的好的标的。在完成 USDT 交易对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呢，它更容易出现一波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目标点位1100美金这个在我之前的行情当中给出的时间点呢大概是在1700美金附近左右的时候给出了这个目标位跌破这个目标位之后呢，我们有更多的下跌空间，可以看到以太坊最终容易跌到剩余价值5%的价格上也就是说4877美金是它的高点，它容易打到260美金，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位。然后 XRP 是我大概是前天左右给出的是一个多头的信号。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多头信号呢？因为在日线级别上这里面已经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非常明显的可以在行情当中看到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这波日线级别的上涨呢已经突破我们长期来的一个下跌均线，也就是169均线169日均线突破之后呢，它非常明显走出了一个突破的特征。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给出了一个收敛结构，这个收敛结构呢是以事实上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那么在今天呢，我同样给出了一个多头信号，并且发布在了 VIP 群中。为什么给出多头信号呢？因为在这个收敛动作当中，它事实上发生了突破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并且它在小日线上已经调整到位了做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小日线调整，小日线调整之后发生小日线反弹，然后15分钟级别调整，15分钟级别反弹，最终呢构成一个收敛结构。收敛结构构成之后，在焦点位置上发生突破，它事实上发生突破了，所以呢我们把0.48美金作为止损位然后多头进场的位置
啊，这是多头进场的位置。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在0.48美金止损，然后再度观察，因为它的结构啊，你要认识到啊，它是不断变化的。这个结构走完之后呢，它有可能走一个时间更长的一个结构，并且在当前小日线结构上啊，它的拉的线更长。如果拉得更长的话啊，它更容易出现一个上涨。只要它能够撑住0.48美金附近啊，它容易出现更极端的上涨。所以呢，这轮行情要把握住，如果错的话，止损之后啊，再次到达这个0.48美金，并且能够形成一个长的收敛结构之后。长的三角形之后啊，角度更小，这个拉的线更长之后，那我们有一个概念啊，叫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啊，所以呢更容易出现上涨。错不怕，要敢于在这个突破之后进场啊。就这一点来说，它也是海龟交易法的一个理论。当然了，我们有 K 线西游战法，我们能够通过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找到它事实上处在哪个人物的位置上。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它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走小线级别调整，调整之后呢，容易重新酝酿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并且呢，这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呢，构成什么呢？构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时间级别再度放大。所以呢，目前它是多头行情，勇敢的去做多，不管当前是什么熊市也好，牛市也好，它走出了一个独立行情啊，就要单独的对待它。那么好，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